remember we met. I could tell by your smile. 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没想到已经假期到最后一天了，那想要把所有的青苔呢review 一遍呢，居然没有那么简单哦，因为实在是太多了。针对于就是说你采集回来的青苔呢，或是说你想要做一个青苔的培植政治盆呢，我觉得可以参考这个，就是挺好的，因为它这下面我这是有很大的孔洞嘛，里面我是放的兰花干水草，然后把这个湿地苔呢采集回来，先暂置在这边，没想到它们就自然发展出一个很好的状态，如果你要拿来造景取用的话，你到这边来拿就可以了哈。那就是你可以参考这样的方式，它的水是完全可以每天给它淋透就可以了。这个也挺有趣的啊，我说这个也是我的暂置盆啊，因为这个是清水膜嘛，那我做的比较薄，那我本来是这几天要做一个比较大型的这个清水膜来做一个墙的造景，不过因为做的太薄了，所以其实就失败了，然后我可能要再重新再制作啊。那就先把这些湿地苔呢，先放在这个暂置盆里面。先前有网友说我这个很像一个抹茶山哦，没想到我刚刚看新闻呢，宜兰真的是有一个抹茶山哦，这两天那个连续假期了，山上挤了蛮多人啊，可见大家都很喜欢这个绿色的一个景致。这个清水膜是我自己呢，完全为了这个牛角苔来做一个设计哦。本来它是一个圆盘嘛哦，然后我这个里面呢，我有放了一个塑胶膜，让它呢水分呢可以不要因为这个清水膜而流失啊。所以就是其实大家对牛角苔有好奇的话，可以看一下我前面一个牛角苔的一个视频的介绍，其实它里面的甲根呢非常长，所以它下面的吸水呢，但是可以保持它上面的干燥啊。那我呢平常浇水都是用水冲的哦，因为我是怕它那个水，因为它这个上面有一些可以防水的一个它的表面嘛，所以就是说它的水可能是不太进得去哦，你就是一定要记得把水呢，我是用冲水把它加满，不然的话它水分会不够哦。所以呢，要多了解你的青苔，不然的话，你取回的话，只是为了做造景，但是它却不在的话，这样子就会徒劳无功了。当然，就是说我也不见得就是说牛角苔你一定要这样种，但是它自己有它自己生长的方式，那我们只是按照它的一个生态来做一个调整。这个是Lemos 跟这个吸水石做成的这个景，前面有介绍过它的做法哦。然后这个下面因为我是涂了金漆嘛，所以它就变成是防水哦。那所以大家不能用水泥漆哦，用水泥漆的话呢，它会这个整个就会溶在水里面哦，是不行的哦。那如果你要让它这个清水膜呢透气的话，你不要涂任何的油漆，那它就没有问题。那大家也看一下，今天为什么要看这个呢？就是说这个其实这个 Lemos 如果放在那个玻璃瓶里面呢，它其实会长得比较翠绿哦。但是我目前来讲的话，其实目前还是没有想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养青苔哦。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底部就只有加水，然后还有这个铜钱草，就不管它了。最主要是因为这次的这个铁线蕨很奇怪啊，铁线蕨如果你要真的很用心种它，然后它就不会长。但是你不管它的时候呢，它自然长出来的，这个是最棒的啊。所以表示现在目前的状态对它来讲其实是非常的好。那我放在比较没有这么晒的这个位置啊，我想说对于这个铁线蕨呢，其实应该是比较有帮助的啊。这边已经都是慢慢长出来了，觉得很开心。那这个 Lemos 应该其实它是属于灰苔科了哦，内地的朋友他们有时候就叫做那个大灰藓哦，应该是属于大灰藓的一种。那就是它是灰苔科的。
那原来我这边也铺了一些湿地毯，然后它有一些发臭，所以我就把它取出来了哦。最主要是因为这个，因为我涂了金漆，那没有办法排水，所以就是要非常了解你自己做的这些盆器呢，跟这些青苔的属性呢，你就可以把青苔养得很好咯。这一颗是叫做棉毛马齿苋哦，最主要就是因为它的造型很可爱的，那中间这个青苔呢，可能就变得不是主角了哦。这边我是用了那个 Lemos， 然后每天也是水把它浇透，因为这个很浅哦，所以就是说，虽然它是多肉来讲的话，对它不会产生水涝的情况，主要是因为我还是要顾及这个青苔的部分哦。那其实我常常会去烦那个小花市的老板娘啊，我也是问，然后我又会忘记。那像上次我说这个是什么蕨，他说这颗是凤尾蕨，这颗呢它就叫做不知不觉。他说其他的你就不用管啦，这些都是多肉，我也是挺好笑的。然后我觉得大家你看啊，这边又长出一些新的这个马齿苋，是很可爱。其实是有一种叫做马齿苋的，但是这个不是哦，马齿苋它是有点像发财树那样子，然后这个是叫做棉毛马齿苋哦，是不是很可爱呢？这个就是原来就是给这个大盆的那个牛角台的家，然后我把它换了一个新的景哦，就是种了这个小的这个狗尾草哦，那狗尾草。当然就是说不是整株，那我是一株一株的，一株一株的把它呢移过来，把它种成一盆的哦。那当然就是它最近都是像户外的这些狗尾草也都是，像芒草一样，它就开出它的这个小花，小芦苇花，我觉得非常漂亮哦。希望它们能够开更多。然后在下面呢就布置了一些走灯台。这走灯台最近是我的新欢哦，它们油亮亮的，非常漂亮。然后旁边这边还有这个湿地台，然后放了炭。那因为这个当时候这个盆子我做的比较浅啊，我想说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备用盆的概念，那它们这样的话就可以在上面呢，应该是会生长的蛮愉快的哦。然后这中间因为有一个孔洞嘛，然后所以就是这个狗尾草的底部就会比较深，然后放了湿芋土在里面。那平常浇水的话，就是也是正常这样浇。如果太多的话，可以把它倒掉，或是用喷的方式哦。最近这个风真的是比较大，那大家要注意一下你青苔的这个保湿的状态。好，那这个美人蕨呢，其实我这段时间我都是蛮喜欢它的哦。它这是一个热带雨林的植物哦。其实它这个比较大的植株呢，也可以发展成一个很大型的盆景哦。所以就是说，大家如果喜欢这个美人蕨的话呢，可以去询问。然后它其实生命力也蛮旺盛的哦。然后再加上这些青苔的搭配，当然我是觉得就是说，像我们有一个青苔社团呢，就是不鼓励三采啊。其实因为纬度不同的青苔呢，其实是非常难照顾的啊，所以你还是要养一些那个在你住家附近，跟你同一个高度的这个青苔，这样的话，你的青苔的存活率会比较好哦。那你在养殖之前呢，你一定要给他们在当地呢多做一些拍照啊，记录。这样的话呢，你才会知道，就是说，哦，你后来你自己做的这些，造景它是不是符合它，生长的方式？不然的话，可能就是你拍完照，然后你这青苔就不见了。这样的话，其实是蛮可惜的哦。谢谢这么多朋友喜欢青苔，然后很多新的朋友的加入，然后希望这个周末你都过得很愉快哦。OK。不要忘了点赞、订阅跟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更多的人喜欢种植青苔哦。OK， 拜拜。Yeah, you were impressed. Couldn't leave me alone. Text me every time that you pick up the phone.